各位朋友，我常说啊，人一极端就脑残。人呢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理性思维，千万不要迷信谁。所以呢，我一直以我的频道没有铁粉而自豪，是吧？但是呢，我这两天说韩红的事儿呢，有韩红的铁粉啊跑过来骂街，我就发现这些韩红的铁粉跟我们一直批判的那些独轮运的邪教徒们没什么两样，看到了吗？这位是怎么说的呀？这位说韩红拜见的是巴沃仁波切啊，此人是现任的全国青年常委、中国佛教协会理事、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西藏党中央任命的。你别在这胡言乱语，诋毁当地的宗教文化。韩红有自己的信仰，无可厚非。党员就不能拜佛了吗？哪条法律规定呢？侮辱佛祖，小心遭报应。还有这么极端的脑残呢？你去看看党章里边哪条党章说共产党员可以信佛拜佛了啊？这些年来落马的贪官，其中有一条就是搞封建迷信，对吗？各位，还有这帮底层的精神病的这帮邪教徒们，你们拿这玩意儿来诅咒我，你们也不撒泡尿看看你们自己是什么德行，你们的命能有郭文贵硬吗？你一个底层的废物啊，跟我一个有13万粉丝的这个 UP 主玩命硬，你他妈疯了吧你们？绝对是那种邪教的那个韭菜傻缺级别的好吧，言归正传啊。看过了韩红基金会的公告啊，一个字儿不落的，你看完了以后通篇就一个感觉，那就是形式主义害死人。通篇的措辞就一个，我合法，至于合理不合理不重要啊。这个所谓的公告就是那个60万薪酬的经理给发的，对吧？不发这种模板的公告都对不起人家的那60万的年薪。可是呢，中国网友说，看到这种模板式的公告一出，就知道韩红基金会已经失去了初心了，你都已经打官腔了，对吧？每一笔的账目你不公布，你给我们打官腔，对吧？这不就是避重就轻吗？你去搞义诊能有多大的作用？100多辆车，几百个人忽悠去了，一趟花2-3千万。救护车是找谁采购的？那个采购救护车的那个厂家为什么只有5个人交社保？涉不涉及利益输送你救护车捐的是医疗机构哪来的偏远山区？你是不敢说全部捐的是偏远山区的医疗机构吧？但是呢，光写医疗机构太牵强，又不能写偏远山区的医疗机构，所以这个语法上的错误你怎么解释？义诊的事儿为什么要在市区搞义诊呢？为什么不把22年到26年的全部捐助，所有的明细公开，把义诊地点的记录全部公开呢？你的细节经不起查呀。还有尤其是就是韩红的这帮邪教徒们，竟然叫嚣说啥呢？说基金的管理费15%以内都是合理的，简直是信口雌黄啊！你们的嘴比法还大吗？按照中国的法律规定，年度管理费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明白吗？张嘴就15%，这帮人都是文盲吧？你瞧瞧这帮邪教徒的说法，
15%以内都是合理的。听说韩的基金会啊，不到5%，效率还是挺好的。你给了红会的话，就是中国的红十字会啊，你还不如扔到太平洋里边。这就是邪教徒说的话啊。那么根据中国的慈善法啊，不能超过10%，说给红会还不如扔到太平洋。中国红十字会的年报他不看吗？简单和韩红基金会对比一下就行了啊。韩红基金会2025年的年度工作报告，管理费的占比是 2.86%，筹资费用占比是 0.86%。具体数字这都是2025年的审计报告啊。基金会2025年捐赠支出 2.92 亿，管理费用835万，筹资费用251万。中国红十字会人家每年都有年度审计报告啊。还有一个问题，你就说韩红的这个理财收益率，收到捐款7个亿，只花2个亿，剩下的5个亿做理财，最新公布的收益率只有 0.75%。你要知道现在1年期的存款低的利息也有 0.95%， 怎么做到理财啊年年低于1年期的存款利息收入的5个亿，比存银行都要蒸发掉100万啊！说的是最低利率，他的开户行大额利率要到 1.2%， 对公大额到了 1.35%， 按 1.2 算就说蒸发了200多万， 1.35 算就是蒸发了300万。买国债的话相当于蒸发350万。这不低风险理财的话收益率能到 2%啊，这比韩红公布的收益率啊，那600多万的差额去哪儿了呢？你说理财亏损的话可以理解，但不至于年年亏到低于银行最低活期存款的水平吧？这没有猫腻吗，朋友们？咱们再看看红十字会的报告啊。2025年的审计报告，中国红十字会2025年的捐赠支出 2.02 亿，那确实比韩红少，但是人家的管理费用才387万，占比 1.9% 啊，筹资费用17.8万，占比才 0.08%。你看韩红的筹资费用是多少啊？韩红的筹资费用是251万。简单比较，韩红基金会2025年捐赠支出 2.92 亿，管理费用和筹资费用合计1086万元，占比累计 3.72%。而红十字会2025年捐赠支出 2.02 亿，管理费用和筹资费用共计405万元，占比累计 1.98%， 少一半，对吧？你看，你再看看人家的折旧表，对吧？固定资产的折旧，人家严格按照这个中国的会计标准。你再看看韩红的那个所谓的折旧表，高的吓人呐！这里边没有猫腻吗，朋友们？这不比不知道，一比可就吓一跳啊！这是韩红基金会不公布这个明细账，那是经不住查的，朋友们。难以置信，看看韩红捐撤的这个安徽桐城是一个什么样的县城呢？这居然是安徽的一个曾经上榜白强县的一个地方，人均 GDP 呢 9.66 万，是全国知名的塑料包装、印刷机械产业基地，制造业呢根基扎实，在安徽的排名10位，综合实力强劲，全国投资环境百强，营商环境百强。也就是说，这个县城不是贫困地方，财政也雄厚，根本不需要韩红捐赠救护车。但韩红基金会呢偏要锦上添花，让那些等着雪中送炭的地方望穿秋水，也等不到捐赠。数据摆在那，任何的质疑呢都是有理有据的。做公益的意义是雪中送炭，而越捐人以为自己的爱心是送给了穷人，送给了需要帮助的人，没想到韩红基金会送给了根本不需要帮助的人。一句话，质疑没错，你拿什么自证呢？对此大家怎么看呢？老铁们都听说了吗？韩红的基金会不帮个人，但是只接受个人的捐款，人家帮企业、帮老板、帮导演，就帮冯小刚那样的，帮亿万富豪。我的妈！
取消了911天2年半的月捐，韩红基金会再见了。今天终于鼓起勇气点开了那个取消续捐的按钮，911天算下来也是2年半了。每个月自动扣款的时候啊，也没多想，就是觉得呀是在做一件对的事儿。说实话，做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啊，毕竟坚持了这么久，想了好多天。说没感情是假的，但最近发生的事儿呢，让人感觉心里确实不是滋味。一句走个面，让大家帮忙冲票房。很多人说呢，自己省吃俭用，月捐的钱呀是给灾区孩子买棉衣的，不是拿去给娱乐场撑场子的。有数据显示啊，基金会月捐的这个取消还比率啊，已经涨了27%了。有人捐了18个月，有人坚持了整整6年。大家的想法其实都差不多，捐款是救急的，不是给娱乐圈凑人情的。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是啊，当我看到了人家基金会的高管年薪几十万的时候啊，我心里开始犯嘀咕了。那些捐助自己的财产搞公益基金的富豪，这钱怎么花怎么投资都无所谓，而那些拿别人的钱做公益的就不是公益，这就是生意了。也许呢，有人会觉得我矫情，但我想说，信任这东西建立起来需要很多年，摧毁可能只需要一句话。那么谢谢2年半的陪伴吧，就此别过。最后我想说，普通人献爱心的方式有很多，不一定非要给私人基金会捐款，我们可以直接去敬老院看望老人，给孤儿院的孩子们送礼物，或者帮助身边的困难家庭。那些实实在在的行动比给那些不靠谱的基金会捐款有用多了。记住啊，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压榨穷人，别让我们的爱心呢变成某些人赚钱的工具。我曾经是韩红基金会的月捐人，但是我去年就已经取消掉月捐了。我经历过自己亲自到百社救助百社赈灾水灾的情况，我亲自到过前线，所以我知道除了自己谁都不能相信。甚至我还发现到了前线也不是每个人都值得救助的，真正需要救助的老实巴交的人，情况还是具体情况具体处理，要不然对很多人是很不公平的。有些受灾户的孩子比我还能挣钱，所以我们只是能雪中送炭，没有必要锦上添花的。所以从此之后，我就还有经历过很多的人和事，让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值得的，很多人真的是真心错付的，不值得，很不值得。我现在基本救助对象都是为国为民牺牲的英雄的家属，我就会为他们托底，尽我所能。现在我就是替一个英雄养他的孩子，养到成年，1个月几千块钱我都愿意养的，他们是值得的。有些人看似是弱者，但是除了自己的利益受损的时候埋怨社会不公，但实际上他面对很多人的苦难还有社会的不公的时候，他是不发一言的，非常自私的。我觉得就应该是我们这种热血的人互相互助互相帮忙才是值得的。真的很多人，包括那些想来我们店的应聘者，只要我们不理他就谩骂，甚至我觉得还有做夫妻做朋友做亲人，任何事情我觉得都是要找到同类人，这种付出才是值得的，否则都是一片明月像沟渠，浪费我的真心。记得点赞关注哦。那些韩红基金会的邪教信徒们，你们的脸疼了吗？红十字会被郭美美给狠狠的把这个名声搞臭了。可是呢，你回头一看，你们认为的比中国红十字会要干净透明的韩红基金会呢？醒悟吧，邪教徒们，点个订阅，下期再聊。